这是一款激动人心的作品，强悍的都有点让你无法相信啊！实力太强大了，越级对标 iPhone 15 Pro。行。大家买小米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小的。目前可选择的小屏手机不多，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喜欢雷军叔叔这个人吧。我们绝对不会期待米粉的期待。小米13我从发售之初用到现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换到14之后，日常使用不打开相机的话，其实是几乎无感的。目前也遇到过几个 bug， 不多，而且我也表示理解。毕竟这是小米第一次搭载全新的 Hyper 系统嘛，系统更新也挺频繁的，一直在修复。不过还是会一一盘点一下，万一小米工程师能看到我这期视频呢？能看到我这期视频呢？那么小米14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升级？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从里到外仔细的审视一下这部8.3小屏旗舰机吧。首先就是屏幕部分，这一次小米14真的是一口气补齐了小米13屏幕的短板，下巴继续收窄，1080P 升级成了 1.5K，8比特升级成了12比特，并且加入了 LTPO 可变刷新率，还有3000尼特峰值亮度。这样一听简直没有短板了呀！我们一项一项来看。首先下巴收窄这一点，在换季过来几乎没啥感知。我这台小米13是贴了带黑边的膜，这里就不仔细对比了。屏幕正面观感，小米13和小米14几乎一致，都很优秀。背面我倒是觉得小米14的磨砂风格好看，也高级很多，并且要比亮面玻璃抗指纹能力强一些。机身中框二者质感相差不大，小米14的中框要更黑更深邃一点。那第二点 1080P 到 1.5K 有多大升级呢？大家看分辨率就知道了。小米13是2400×1080，小米14是2670×1200，换算成 PPI， 一个是413，一个是460，提升是有的，但是换季过来如果不放在一起仔细对比，我个人是感知不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二者屏幕截图的对比。8比特和12比特这个是不是原生我不知道啊，肯定是12比特更好，但是我们所看的内容资源应该没有多少是支持10比特、12比特的。目前主流视频网站上的视频大部分应该也是8比特，我们普通人估计不好分辨得出。LTPO 肯定是非常好的，可以在不必要的时候降低屏幕刷新率，节省电量。至于这个宣传页面十分亮眼的3000尼特亮度，某知名男主播纳言哥哥教过我们，看宣传页要看小字。强光下播放 HDR 内容时，小窗口激发3000尼特局部峰值亮度。正常情况下，手动最高亮度在730多尼特，而小米13在490多尼特，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但是这个 HDR 亮度无论我怎么设置，就是没有小米13亮。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是小米13，二者显示设置完全一致 ，HDR 都是开启的，亮度都是最大，没有开启任何 AI 啊、护眼之类的。在 HDR 视频中，小米13要亮很多，推桌面又可以看出小米14亮很多。再打开 HDR 视频，还是小米13亮。在小窗状态下更加明显，左边是小米13，右边是小米14，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估计是个系统 bug 了。屏幕实际观感在白色页面可以看出小米14要更加通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护眼方面，小米14支持全局类 DC 调光，开启之后效果明显，与小米13对比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个人是没有觉得累眼睛的，比较舒适。如果在夜里长时间看手机，眼睛会有轻微不适，但也能坚持不停的看。不过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哈，也建议大家在设置中开启自动深色模式切换，注意用眼卫生。当然累不累眼睛这个比较主观，大家参考就好。官方宣称这次屏幕是 C8 发光材料，蓝光会降低很多，但愿是真的吧。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统设置中的节律护眼模式比较有新意，它更智能化，我很喜欢。有的时候我希望开启护眼模式，但是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又不希望屏幕这么黄，节律护眼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白天白一些，晚上黄一些。另外在色彩风格中可以开启真彩显示，也能起到护眼作用。本来屏幕部分我想严重吐槽的一点是这个自动亮度调节，但是我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收到了一版系统更新的推送，更新完之后情况有明显的好转。不过目前我个人还是觉得在暗环境下的自动亮度有些许高，可以适当再降低一些。音质方面，虽然小米13和小米14都有杜比加小金标，但是对比之下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大家可以先听听看。小米14听起来感觉声场更强更震撼，并且音量更大，多了一丝力量感，但是又总觉得也多了一丝塑料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米14在机身顶部没有像小米13一样开孔。不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有进步的，当然这个也比较主观，我们再挑剔。骁龙8 Gen 3，安卓游戏我们就没有必要测试了，等适配好之后玩起来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直接来挑战一下性能极限。在 PS2 模拟器中，我们可以以4倍分辨率游玩战神2，只能用5:4画来形容。不过说实话，我是有一点失望的，我寻思都8 Gen 3了，怎么不得来个8倍分辨率？结果到了5倍就开始稳不住60帧了，可能还需要后续优化。为了进一步榨干8 Gen 3，我试了一下某个我极其不推荐的模拟器，只是为了测试性能。我随便下载了20多个游戏，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运行。待缓存建立好之后，玩起来流畅度都问题不大，甚至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开启分辨率高一些的底座模式游玩。但目前野炊系列还没有适配，没折腾成功。当然，在某些游戏中也还是会时不时出现卡顿、出现贴图阴影等错误，游戏体验远远不如正版游戏主机和正版游戏卡带。非常不推荐大家像这样用手机模拟，会毁掉一款游戏的美好体验。在游戏过程中，我也测试了一下小米14的发热情况，正面与背面都在38、9度，应该不会出现过热降频现象吧。串流体验方面我不是特别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Moonlight 和 PLSEC 这2款软件的串流边界码延迟。另外，小米14是配备了 LPDDR5X 和 UFS 4.0 的，总之就是从里到外都很快。虽然8 Gen 3的性能很强，但是据说它的中高频能耗比还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日常使用时续航会有所保证。小米14内置的4610毫安时电池，在重度使用情况下，大概就是在 WiFi 状态下，后台摆队员在高速下载，前台在看视频、玩模拟器、聊天、录制 4K 60帧视频、写文案，大概坚持了5个多小时，电量就到20%以下了，其中亮屏时间在3个多小时。所以重度使用的情况下，还是要1天2充。如果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1天中度使用下来还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电池数据。官方宣称它的充电速率可以达到90瓦，实测在设置中开启快充加速之后，剩余电量20%以下，细屏充电时功率可以跑到70瓦左右，电量达到一半左右时，功率会下降至40到50瓦。官方数据充满需要31分钟，说实话，在2023年的今天不算快，但够用。下面就是这个相机了。首先，这个 Sumi Lux 配合光影猎人900，确实带来了更加优秀的拍摄质量，在强光、暗光、逆光下，用主摄、广角、长焦对比小米13都有着不错的提升，大家可以看一下二者的对比照片。与小米13相比，小米14拍出的照片景深虚化更加自然，光线更加柔和，亮部与暗部对比更加鲜明。在都使用徕卡鲜艳的情况下，色彩也更加生动，大大增加了我们普通人的出片几率。3.2倍长焦模式以及超广角模式拍出的画质也有大幅提升，尤其是这颗长焦镜头简直是太好用了。这颗长焦镜头还可以实现超近距离的对焦，可以拍超级大特写，而且浮动对焦镜组用起来还是挺香的，自动对焦很灵敏。这个长焦最大支持60倍的数码变焦，在变焦到20倍以上时会出现一个辅助瞄准界面。这个虽然没什么使用场景，但是细节真心好评。这次没有凑数镜头，拍照方面是比较均衡、比较全面了。最后前置自拍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13和14的对比。不过我平时拍照的次数不多，我比较关注的是录像质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使用小米14直出的 4K 60帧画面，日常录像肯定是够用，但它对我帮助最大的一点是它的浮动长焦可以让我轻松拍出产品特写镜头，真的非常轻松，对焦灵敏，画质也绝对够用，这个是小米13远远达不到的。不过用它干活的话，还是得配一个稳定器。这里严重吐槽一点，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或者在相册回放的时候，会经常感觉到画面有卡顿感。在电影模式拍摄的视频上，卡顿更加明显。我一度以为小米14在录制视频时掉帧，直到我把视频导出到电脑之后，才发现视频画面其实没有出现卡顿情况。这一点希望赶紧修复。另外，在开启超级防抖时，画面裁切很大，也只能1080p 30帧，所以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属于是凑数。好在主摄和长焦都拥有光学防抖。还有就是这个电影模式，大家就图一乐吧。毕竟只要有活动的物体出现在镜头中，或是移动镜头时，视频就会有很明显的卡顿感，总感觉连24帧都不到，也不能手动调节帧率，而且拍出来的画质也很难称之为优秀。前置与后置支持的录像规格，大家可以在官网查看一下。另外 HDR 与60帧是不能同时开启的，超级防抖与60帧是不能同时开启的，音源追焦与60帧是不能同时开启的。总体来说，小米14的镜头模组还是令我非常满意的。当然，我也没有使用过太多的手机，大家做个参考就好。接下来是一些小米14其他细节的体验，我们可以一起体会一下。首先，指纹解锁，这次指纹解锁应该还是短焦指纹，不过感觉这个短焦是偏好一些的短焦，解锁速度比小米13快，准确度也有提升。在强光下可以正常解锁，在失手状态下解锁成功率会下降。
至于解锁位置，我是已经习惯了小米13，所以换过来可以无缝衔接。如果你是从其他手机换过来，可能需要适应一下这个相对靠下的位置。震动体验方面，对比小米13是有所提升的，震动更加扎实，更加饱满，大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不仅它的震动有所提升，它的防水防尘能力也是保持了 IP68 级别，这一点是旗舰机该有的样子。麦克风收声方面，小米14进步也是蛮大的，它全身上下搭载了4颗麦克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在我是在用小米13进行收声录制，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现在我是在用小米14进行收声录制，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值得一提的是，在专业模式下还可以设置声音的指向性，我试了一下，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看起来还挺专业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峰峰。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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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峰峰。另外，我也在大风环境尝试了一下小米14的收音，效果还可以。我现在站在大风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大风中的收音表现。如果你觉得风噪有点大，也可以在相机设置中开启智能降噪，效果大概是这样。我现在开启了降噪功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在的收音表现。接口方面，喜欢小屏小米的我简直想抱头痛哭。感动啊！从小米6等到现在，终于他妈的在小米14身上等来了半速的全功能 C 口。虽然是半速，但它是支持视频输出的。我终于可以在小米小屏旗舰机上使用 AR 眼镜了。哎，真有你的君君！我们绝对不会期待米粉的期待。不过提醒一点，想要达到快速传输的速率，原装充电线是不行的，这是宣传页小字告诉我们的。另外，这次红外没有被砍掉，但是移到了手机背部，使用起来除了打开姿势的改变，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手机配件方面，出厂有附赠90瓦充电头和充电线，是 A2C 口，并没有环保，我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环保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这一次的手机壳我也比较满意，它不是清水透明壳，我的黑色版本是黑色的壳，壳子是软的，整体质感不错，还有小米 logo。屏幕边缘和镜头模组边缘都有凸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就是充电口处，如果习惯用小指抵着手机的话，会有一点割手感。另外，壳子摸起来有一点滑，方便揣进裤兜，但是在手里容易拿不住。我在手机到手之后是第一时间贴上了镜头保护膜，毕竟这么大一块玻璃裸露在外，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贴了镜头膜之后，基本就跟官方手机壳平齐了。哦，对了，正面屏幕是自带贴膜的，手感很顺滑，可以长时间使用。说到系统方面呢，我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我是从小米13直接换机过来，使用体验上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另外，我在使用13的时候，有跟着教程把所有能关的广告都关了，直接换机过来应该是可以把13上的设置也一起同步过来，所以用起来没有感受到随处可见的广告。强烈建议大家找关广告的教程操作一遍，过程极其舒适。系统 bug 方面，我目前只碰到过一次比较严重的，就是突然间没有任何信号，怎么操作都不行，开启飞行模式再关闭也不能解决，但重启可以解决。这个情况在这段时间的使用里也只出现过一次，就暂且不判他死刑了。另外，在写文案时还出现过几次备忘录无法呼出键盘的情况，返回重新点开笔记就可以解决。就是还需要完善吧。还有就是在换到 HyperOS 之后，我隐隐感觉到手环接收消息变得更顺畅了一些。除此之外，我暂时还没有发现太多优缺点，就是主打一个无感。起码我从小米13的MIUI 换过来是没有任何割裂感。我想这也就是在使用一个好的系统时该有的感受吧。另外有一个功能我是在小米上第一次使用，就是这个多设备协同功能。可能这个功能每家都有，小米可能也很早就有了，我是第一次使用，还是想分享一下。随便一台电脑我们都可以装上MIUI 加，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映射到电脑上，可以直接操控手机，可以微信聊天，可以直接把文件拖到微信中，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微信电脑版。另外我们也可以把相册或是系统中的文件直接拖到桌面上，也可以把电脑里的东西直接拖到手机中，速度还不错，可以基本脱离数据线，非常方便。我应该不会是小米用户中最晚知道这个功能的人吧，所以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分享了这么多，小米14你心动了吗？欢迎在弹幕或是评论区中留下你的看法。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还请支持一下。我是峰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